你能想象一个人能可怕到什么程度？他可以把一把砍刀用牙咬碎，甚至徒手拦下电锯，直接把两个著名杀手吓得瑟瑟发抖，不敢动弹。罗贝尔特轻松干翻莱维找来的外援，如同恶犬一样继续追逐着灰狐的踪迹。即便知道罗贝尔特已经失去了理智，法拉还是鼓起勇气冲出去拦住女仆长，想要带他回家。然而浑身是血的罗贝尔特却带着温和的微笑，问他有没有打扫庭院。他要去农园带少爷回家，然后越过法拉离开了。法拉紧紧捂着嘴哭了出来，他知道女仆长已经疯了。加西亚醒来发现自己居然被美军带走，对方明显不知道他是拉布雷斯家的少爷，以为他只是被无辜卷入枪战的。上校表示一定会将他送到安全的地方。尽管美军对他非常友好，但是一想起他就是杀死父亲的凶手，加西亚的恨意涌上心头，悄悄朝着垃圾桶旁握枪的尸体挪动。加西亚此时的情况也在洛克的算计之中，虽然说要加西亚带回罗贝尔特，但过量服药能不能认出加西亚还是个问题。如果加西亚失败了，那么他的性质就会发生决定性的改变。现在加西亚被美军保护之后就是问题的关键。这2天他为了罗贝尔特的事情奔东忙西，消息早就传遍了全城。他知道一直暗中观察住的城市的人一定会联系他。加西亚颤抖地将手枪对准了上校，有士兵眼尖地发现了部队，冲过来将加西亚扑倒。上校让手下放开加西亚，不能把枪对准孩子。这时他也明白加西亚不是普通人，倒在那里也不是什么巧合。加西亚痛斥上校，把他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的，不就是他们这群人吗？去年10月委内瑞拉那场政治集会上有10人被杀，其中1人就是他的父亲。父亲的性命被他们夺走，另一位重要的家人也回不来了。上校听完之后，将自己上膛的手枪递给加西亚，他有对自己复仇的权利。加西亚是个男人，该怎么做自己判断吧。加西亚回想起了父亲，他曾经拿过一幅画去问父亲，说里面藏了4种东西，但他就一个都看不出来。父亲把画调转方向，很容易就找到了不同。要正确看待一件事物，就必须从多个角度去思考。加西亚接过上校手里的枪，艾达骑着摩托找到洛克，告诉他今天早上订的货已经送到了指定地点。他还在过来的路上就遇到了莫斯科旅馆的军队。灰狐这边正因为加西亚而紧张对峙，突然无线电的不明频道插入，巴拉莱卡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房顶上，提醒上校罗贝尔特就在他们上方，让他们准备迎敌。紧接着开枪逼出了双边的罗贝尔特，罗贝尔特顺势从楼上跃下，把上校扑倒在地。士兵在危险中保护加西亚，并紧急开枪将罗贝尔特逼退。加西亚大喊着让美军不要伤害他，罗贝尔特就是被他们毁掉的另一个人。罗贝尔特认出了加西亚，但仍旧算不上正常，在莫斯科旅馆的火力镇压下，只能暂时撤退。巴拉莱卡让灰狐趁机尽快撤离，而巴拉莱卡的介入也同样在洛克的计划中。比起和美军的战斗，他更重视的对手是张大哥。三合会和莫斯科旅馆是互相争夺着的城市霸权的对手，然而至今没能分出胜负。在休战前的最后决战中，张大哥击中了巴拉莱卡这起坠海，而救下他的人正是达奇。因为给他留下了向张大哥复仇的机会，所以巴拉莱卡一直觉得欠了达奇很大的人情。为了将不安定因素赶出城市，和张大哥做个了断，巴拉莱卡加入了这场混战。如此一来，灰狐的作战意图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改变，他们就算继续执行任务，也需要完成任务的手段。这个手段洛克表示就由自己提供，一旦任务终止，就会关系到政府的面子，所以那群人就算死也会完成任务。如此一来，洛克手上的牌除了罗贝尔特就全到了，而这种从暴力教会订的货就起了作用，买单的不管是美军还是加西亚，他们暴力教会都赚了。洛克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艾达，问他赚到的就只有这些吗？这座城市的实际掌权者是三合会，但是张大哥仍旧表现得束手束脚。就算香港的毒贩混得再好，背后没有大势力支撑，根本不可能在这座城市里生存。他一直等待能让张大哥动起来的人，在背后真正掌握城市的大 boss。艾达让洛克不会再说下去了，不要因为好奇就去窥探深海的怪物。在莫斯科旅馆的掩护下，灰狐剩余的成员正在撤离。苏联已死，上校不想追究这群人到底是谁，他只想尽快离开这座疯狂的城市。加西亚打开洛克让他走投无路时在看的信封，上面写着如果他没有追上罗贝尔特，那就把军队领到地图标注的位置，他会在那里准备交通工具。他已经算到了一切。洛克给正在气头上的达奇打去电话，虽然不顾达奇命令插手了罗贝尔特的事，但洛克这个电话不只是为了道歉，而是希望达奇接受美国政府机关的工作委托，这可是黑胶商会的正规工作，在最后的最后把给这座城市制造麻烦的家伙宰出去，这样另一个麻烦的人也会随之离开。能给这场骚动拉上帷幕的乐趣，可只有他们能够享受。达奇愣了，一把将电话扔给贝尼，让他挂了。他觉得洛克脑子不太正常，可能需要去看看医生。本来想说这个委托绝对不接的，结果这时张大哥打来了电话。莱维跟香华暗中跟踪着美军，见他们受伤松懈，就打算冲过去一口解决，却没想到楼上突然响起枪声，香华和莱维都被击伤。巴拉莱卡警告他们不许插手这场战争，不然下一击就会打中喉咙。法拉跑过来去和少爷会合，加西亚则把洛克的信给上校看，果然在指定位置停着用来撤退的车。所有人集合完毕之后，少校立刻
刻下令全员撤离，加西亚和法拉也被他们一起带走。双方打翻了天，警察都没有出现。出来后仍旧是照常繁华的街道，上校感谢巴拉莱卡的支援。其实论真心话，巴拉莱卡想要战斗的对象一直都是美军，那是他们还是生者的时候就一直期盼着的战斗。但是现在别论是真正的战争，他们已经沦落到和毒贩恶棍争夺权力。死者羡慕着能活在阳光下的生者，但是他还是要请少校记住，他们仍旧保持着纪律和精神。而就在这时，罗贝尔特再次追了上来。巴拉莱卡下令发射为少校准备的礼炮，下一秒，恐怖的火力朝罗贝尔特轰炸而去，精准无比的击中了目标。少校真心的夸赞巴拉莱卡的手段非常出色。巴拉莱卡收下了褒奖，但却非常愤怒。他不明白有这种实力的军队为什么却和美军相差甚远。少校是个聪明人，他问巴拉莱卡现在是不是无军籍的状态，被动离队实际上等同于剥离军籍。他曾在违反国际法的越境作战中拯救了难民营的孩子，还被媒体拍到了。巴拉莱卡让少校尽快离开这座城市，然后再也不要被他们看到。洛克接到了受伤的莱威，这座城市的一切都已经崩坏，包括他的脑袋。洛克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了。他带着莱威来到了码头，美军已经等在这里。达奇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委托，带着一船人离开了这座疯狂的城市。洛克从一开始准备的万无一失，假冒的船籍、河流通行证，甚至是美军野战装备，再加上张大哥的委托，达奇根本拒绝不了。他找到船舱里的美军，虽然他很不愿意接这趟活，当然美军也不信任他，但是酬劳已经收到，他会履行承诺到契约失效。而且他也不觉得罗贝尔特会这么轻易的死掉。贝尼尔上校不要担心，这一带的水路达奇熟得很，因为达奇在越战时期曾在内河船队服役。这一行准备逆上湄公河，将他们送往金三角。与此同时，巴拉莱卡也搭乘上了前往曼谷的飞机，而他的邻座正是艾达，他会将巴拉莱卡送往美军的目的地，让他们进行最终决战。鱼雷艇停在湄公河上，等待加油并休息一晚。法拉正在背英语单词，加西亚一个人在船尾念叨着罗贝尔特还活着。莱威也相信这一点，因为洛克还有着后续的计划。不过他已经这样，也帮不上什么忙了，到时候只能靠法拉一人。虽然是他们下的委托，但法拉开始觉得洛克太过危险，加西亚已经因此受到了不小的伤害。洛克就是这样的人，平时不声不响，却总是时不时的做出超出格的大事。法拉好奇莱威明明觉得洛克出格，那为什么不去和他说？是因为害怕太过深入的了解洛克后，发现对方其实并不拥有他所向往的东西吗？法拉看得很透，莱威并不想触及洛克真正的想法，因为他知道洛克会变得不再闪耀。如果莱威真的喜欢悠闲和平的洛克，他们早就逃离这里去过安稳的生活了。莱威认为法拉和他是一样的人，洛克则是完全相反的存在，因为只要这么想，他就可以得到救赎。不过这些都和法拉没关系，他们也只是在利用洛克带回罗贝尔特。莱威反问他们之间有何不同，法拉从莱威的眼神里能看出他们一家一定非常惨，但是法拉不同，他的家庭算不上好，但其中也有爱的存在。莱威听完笑了，明明是世界上最差劲的贫民窟里长大的垃圾，他还妄想成为和加西亚一样的人吗？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到处都是花园？法拉懒得再和莱威费口舌，但莱威却不依不饶，两人紧张地对峙着。法拉直言莱威才是将洛克当作花园的人。与此同时，洛克找上了加西亚，演员全部到齐，一场好戏即将上演。